不全，是不是我命就不太好？是一个谬论。谬论。很多人的八字一打开，金木水火土都有，为什么还那么穷呢？金旺的人杀伐果断，火旺的人热情，饭后的事就要用土旺的人。哦，上市公司老板八字里面一滴水都没有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火克金为财。木土旺的时候赚很多的钱，八字里三生相克，五行配合。大家好，我是道元。最近有不少的朋友在超能力学院认识到我，收到了很多的粉丝的留言跟反馈，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。那么7月17号晚上8点，我会开一场直播，聊聊我在超能力学院的背后的故事，现场也会抽取3位免费问事解盘，财运、感情、事业、家宅都可以问。想参与这个福利的，现在就添加我的助理的 WhatsApp， 提前登记。我们7月17号不见不散。大家好，我是道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子耀。老师啊，我发现身边有很多朋友呢，在刚刚接触八字算命的时候，会发现，哎，我的八字五行不全，是不是我的命就不太好呢？老师有没有这种说法？其实为什么一定要五行俱全呢？就是可能会觉得平衡一点吧，就是可能什么我都有了，我什么都不缺了，所以就很平庸咯。哦，很多人的生命，他的八字一打开，他就是五行俱全的。那既然五行俱全，金木水火土都有，为什么还这么穷呢？对，老师给我们解释的就是说，如果没有一个人很突出的亮点，他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人。反而有一些人，他是随便举个例子，金比较旺的，可能他在金这一个方面可能就有所成就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没错。如果你旺，它一定是不平衡的。那老师啊，其实我们讲八字，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。这一期呢，我想让老师给我们一些入门的一些启发。那比方说，金旺的人是怎么样的？缺金的人是怎么样的？很简单啊。对，五行我们知道，金是主杀伐，杀伐果断，杀伐果断。金旺的人呢，金旺的人这个人脾气大；弱的人呢，弱的人比较胆小怕事。哦，就没有这种气魄。对，火主礼貌的礼貌的礼。火旺的人，热情奔放；弱的人呢，含蓄，缺少自信。木主人，旺的人呢，重情重义，木很弱，那就有点小心眼了。哦，水主智，水旺的人呢，比较有智慧，八面玲珑啊。对，抗压能力很强了。水弱的呢，就是智慧固化一点，顽固嘛。土指包含，对，包容心。土能生万物嘛，土能够生百财嘛。阳土旺的人，他就责任心非常强。对，交给什么事他都可以做好。弱的人呢，比较没有包容心了。包括自己了。包括自己。对，软弱了。对。所以如果你要安排一个人去做那些认为有风险的事情，或者善后的事情，你就要用土旺的人去啊，因为他通常可以把你解决得很好。那其实我好像看我的命盘啦，我土很旺，那会不会比方说别人知道我土旺以后，就让我做很多事情啊，比较吃亏呢？这样子有没有这个可能性？有可能性啊，有可能性。但是中国人告诉你，吃亏是福，吃亏是福，因为你得到非常多的机会，是吧？是，就是财富它不是唾手可得的。一个财富的背后的话，它是一个问题。对，你解决问题的能力决定着你能不能获得这个财富。没错。一个10万的问题，对，你解决了，就你能获得10万。一个100万的问题你解决了，你就获得100万。其实土命的人，如果你土旺，对，就相对来说你的机会比别人多嘛。是，你在不断的解决问题，不断的创造价值，所以你的财富能量也会很高嘛。所以其实老师跟我讲这个点呢，确实有启发，因为可能因为我土旺啦，就像老师说的，这个责任心很强，确实很多事情我如果没有解决或者没有这个交代，我会很焦虑。然后就像您说的一样，我做的越多，其实给我的机会也就越多。对，然后的话，我获得的一些，也不能说是这个全是金钱吧，它其实一些收益，它也可能说是信任啊、口碑啊，或者说等等之类的，确实是会比较的这个多一些了。对。那我也想问一下道元老师，您服务过了那么多的这个案例当中，有没有这种特别就是极端的一些格局，但是他也是很厉害、很有钱，能不能分享一个案例？可以啊，我做了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板的，他原来是很笃定风水的，他就找很多人给他去算命，因为他是丁火命，那八字里面一滴水都没有，它只有3个元素，
土和金和金，还有火，火身强。 3个元素。对，所以很多的风水大师叫他要补一点点水，要他告诉他补水，然后补了水以后做了水局以后，他并没有很好，最后他开始对于这个原来给他看生命里的这些师傅开始产生质疑啊，为什么每个人都叫我补水，但我为什么我就是没有起来？对，然后他找到我以后，我看他八字里面一滴水都没有，然后他说：“师傅，你是不是也给我补水？”我说：“不用补啊，为什么要补？”你说补水，被吓到了，又补水。我说：“你丁火命不一定补水啊。”嗯，我跟他说明，我说你在木年份很旺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能赚很多的钱？他就是因为什么？就是生它嘛，是吧？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嗯，火克金为财，所以他的财富格局平衡了，他不需要有官没错。啊，克我的就官了，嗯水就是官杀了，对，所以我没有给他补水，我反而是给他补火的力量。八字里面的相生相克的这种关系，并不一定要哪个元素去给它去平衡，其实它本身已经做到先天的平衡了。其实我也想更深层次的跟道元老师去探讨一个问题，就是，如果说我知道五行当中我缺了，或者说我真的要用一个什么五行的时候，我应该有什么方法能够帮我去补足，能够给大家一些小建议。其实还是要在你的八字中还是要定强弱了。如果你强，那就当然也有人克你。比如说我是金命，如果你很强，对吧？你要么就找到克你的，谁来克金呢？就火克金。要么就是什么呢？这个金，它总要有作用的。就八字里面有很多的门派了，门派它就讲要做功。也就是说，我是个金命的人，金命要干嘛呢？金要么就生水，要么就什么来克木。金如果又生不了水，又克不了木，这个金就没用啊。就是一个死物啊，就没用。所以保证你能够这个金能够去生水，和保证你这个金能够去克到这个木。但如生弱你去克木的话，你自己就受不了啊。对，那我们就干嘛呢？我们就要用土帮一帮他来生这个金，所以这里面也有阴阳相克，对，有五行的这种配合。没错。那我也想趁着节目的机会问问老师，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他的八字里面好像有6个还是7个木，就很多木哦。也有看他的大运和流年里面有没有金咯。要金来克它，来克制它，克它。对，因为来克制它，这个木才可以成为栋梁啊，才可以有作用啊。所以很多的传统的八字就告诉你啊，我不应该被克，我应该被生。其实不是的。就好像生活不是一帆风顺的，但是我愿你乘风破浪，对吧？那我觉得从道元老师分享的，其实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启发，就是第一个啦，不要听信大家说，哎，你八字五行俱全，是，然后就好命，这个其实是一个误导，是一个谬论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其实大家还是要搞清楚八字当中的生克的关系，要跟着老师的这个理论来去学习，也不能够说自己幻想说，哎呀，这个火啊，我就要补官补水啊，那这个东西也是容易害人的嘛。没错了啊，所以说，如果你想更加了解自己具体的八字信息啦、个人运势啊，或者说自己的这个财运等等之类的一些信息呢，也可以添加我们助理的 WhatsApp。那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从我们的节目当中学到了，能够去帮助自己，帮助身边的人过得更好。好，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